上一期中说到，看侍郎间谍的身份曝光，他的真实身份是黑炭家族的后裔。警卫们一行人乘坐小舟，在海上遭遇百兽海贼团的突袭。危急时刻，路飞、罗、基德三大海贼团前来助战，狂死狼也赶过来增援。两方面的间谍都摊牌了，和之国无间道终于结束。狂死狼一刀999，几乎消没了敌船一半的船身，众人都惊呆了，看侍郎也傻了。难道玩剑的都有双重人格？砍人不分敌我，全凭心情。警卫们沉喝一声：“大家小心，这家伙是个高手。”阿修罗童子接道：“那家伙是将军的走狗。”狂死狼仿佛回应大家一样，大声喊道：“在下花之都黑道大哥，人称睡眠狂死狼，我率领狂死狼家族200人前来助阵讨伐。”此言一出，大家更懵了。这小子不是大蛇的人吗？会不会是因为大蛇拖欠薪水，把人家搞不高兴了？小菊脱口而出：“你是大蛇的人，与我等有什么情分？”狂死狼屹立在暴风雨中，武士服被吹得飘逸潇洒。光月家对我恩重如山，金先生啊，你难道忘了40年前发生在都城的山神事件？所有人都以为是玉田大人发飙招来了山神，事实并非如此，那是因为年少的你因为私欲膨胀，想卖掉小白猪才引起的事件。警卫们一愣，随即惊得瞪圆了眼睛，因为知道那件事真相的，除了自己和玉田，就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传次郎。莫非你是传次郎？狂死狼微微一笑，正是在下。当年众人最后一次见传次郎，是传次郎和阿修罗童子留下来阻挡敌人，给大家争取了逃命的机会。所有人都以为传次郎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还在。传次郎摘下自己的飞机头套，向众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之所以一直没有表明身份和大家相认，是因为传次郎早就发现赤桥酒匣里有奸细，如果自己过早的表明身份，恐怕已经被大蛇给砍头了。也多亏传次郎一直隐藏着身份，深得大蛇的信任，因此在决战之夜，传次郎有机会将罗刹镇大牢里关押着的数千名武士释放出来，参加讨伐战争。加上狂死狼家族，总计1200人。传次郎话音刚落，朦胧大雨中慢慢出现了一个舰队，那些都是和之国各个武士家的船，船上站着被传次郎释放的武士和剑士。众人齐声大吼，士气瞬间壮大。接着传次郎话锋一转，称赞警卫们高瞻远瞩，机智过人，居然将集合地的符号修改得如此巧妙，成功的骗过了大蛇。那些准备起义的武士一看被修改过的符号，立即就知道了新的集合点波止。什么东东？集合点是波止，不是长营港吗？警卫们懵了，大家都懵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原来的图案表示集合地点在任务港，图案暴露给大蛇后，老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修改了图案，在蛇的图案上加了2笔。警卫们等人对图案的理解是，蛇的图案加上2笔，可以理解为变成了蜥蜴，翻译过来也就是长营港。而传次郎这边理解的意思是，蛇的腹部加上2笔，意思就是去掉腹部的部分，任务港去掉中间的部分，那就是波止。巧的是，波止有着老康最喜欢的枫叶，因此传次郎等人将集合点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波止这个地方。最令传次郎佩服的是，警卫们居然向身边的人传达了错误的集合点长营港，想必是他早就发觉身边有大蛇的奸细，故意散播假消息迷惑大蛇，让大蛇进攻错误的地点。警卫们听得一脸懵逼，原来我这么聪明吗？其他人也满脑袋的问号。传次郎深信大蛇的愚蠢正好遇上了警卫们的机智，结果就导致大蛇全盘崩溃。就在大蛇头一天晚上轰炸各港口的船只和各县的桥梁时，反叛军已经通过大桥开出了船只在波止集合，大蛇的人破坏的只不过是一些不需要的船只而已。就在大蛇洋洋得意的时候，警卫们召集的4200名反叛军已经按作战计划藏身在了任务港的波止，迎来了此时全员进攻鬼之岛的时刻。此时大家才注意到，在雨雾中大批的帆船正向这边靠拢，这就是警卫们寄托希望的全部反叛军，共计1200人，加上传次郎带来的人，一共有5400人。呐喊声震动整片海域，讨伐凯多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就算过了20年，也绝不会忘记玉田大人传奇的最后。我们与你们共进退，赤鞘的武士们。路飞等人看着一大群舰队聚了过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一下子就和计划一样了，可以和凯多一决死战。传次郎对警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果然这个人物是最适合领导赤鞘武士的人物，不仅武力爆表，智力也过人，实在是佩服佩服。警卫们愣在原地，看着沾满这片海域的大舰队，久久不能平静，涨红了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嘀咕：原来集合地不在长营港，而在波止吗？干哦，失算了。此时正在看海贼王的巴基默默点了赞，
他说：“这感觉我懂。”犬兰等人在警卫们身后低声讽刺道：“你说句老实话吧，我们根本不相信你有这个智商和这么精密的计划。”警卫们沉默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此次我可能会战死沙场，因为这一次用光了这辈子所有的运气了。战死沙场，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赴死，我们所有人跟着你。”大家一阵阵欢呼。岸边，看守郎意识到事情十分不妙，立即在地上画了一只鸟，想借此逃走。何松跃入水中，提刀冲向看守郎那边，与看守郎打了起来。二人搏斗一阵，画出来的飞鸟复活，看守郎抓着陶之助跳上了飞鸟。警卫们眼看看守郎要走，冲着天空大喊一声：“看守郎，这鸟画的真好啊，给我们画的都是又丑又会被水冲走的破烂玩意儿。”看守郎大笑不止，那也是演技的一部分。不论如何，你们都不可能打得过凯多的军队，拜拜了诸位。看守郎抓着陶之助，十分得意地飞上高空。陶之助哭着求助，惊动了所有人。无奈看守郎飞得太高了，何松等人只能望而惊叹，使不上力。山治确认了看守郎是叛徒之后，立即用凌波微步跳上了空中去追击看守郎。看守郎转身用大毛笔阻挡山治，山治和他过了几招，看守郎赶时间逃命，不想和他纠缠，弹开山治后疯狂摇头。大家以为看守郎在蹦极，结果从看守郎的头发里飘出了黑乎乎的墨汁，看样子是有年头没洗过头了。墨云墨之剑，那黑乎乎的云朵里突然降下了如雨点般的细针，山治赶忙转身去避难。这些针虽然都是画出来的，但是比钢针都坚固，掉下来直接能将船给刺穿。索隆和弗兰奇立即出招保护桑尼号，娜美跌倒在地，眼看无数细针要把他刺穿了，山治飞扑过去将娜美死死护住。陶之助哭着求看守郎停手，看守郎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我就是要让大家都死，所有人都活不了。20年前，只不过是你父亲玉田和母亲天月石牺牲自己，让这些家伙多活了20年而已。可惜的是，这群武士们的领头大将却是你这个恐高爱哭的草包胆小鬼。”陶之助一听看守郎这么贬低自己，哭得更厉害了。哭着哭着，他突然想起父亲英勇的一幕，想起路飞曾鼓励他说过的话，想起父亲母亲挺身而出救下自己和妹妹的画面，想起自己在兔井号令所有人的振奋场面。陶之助擦了擦眼泪，大喊一声：“所有人听令，无需顾忌在下，这样会正中敌人下怀。在下会自己想办法逃走，希望各位成功讨伐凯多大蛇，保护和之国。”此番觉悟一出口，立即成功俘获全场一干武士的忠心，大家纷纷感叹，这才像一个完完整整的武士之子。路飞听后露出笑容：“小老弟挺勇敢的呀。”于是路飞大声回应陶之助：“想办法活下去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因为我们可是朋友。”路飞看着越来越远的陶之助和看守郎，翻身跳上桑尼号，当即下令全速前进，目标鬼之岛。机敏的弗兰奇发现剩下的那艘被打残了的敌方战舰溜了，询问了路飞的意思。路飞表示区区手下败将不值得特意去追，反正方向都是鬼之岛，一会儿击沉它就好了。结果没想到这艘船不是溜了，而是拉开了与路飞等人的距离，在很远的地方用高精准度的远程大炮进行突袭，连续击沉了反叛军的2艘船。这是敌人打的最准的一次，几乎弹无虚发，每一次开炮必会有反叛军的船被击沉。这么远的距离，路飞这边又不能立即做出反应，只能竭力拉近距离。船次郎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十分不妙，这个位置己方想打又打不着，敌方却一打一个准儿，再拖一会儿，己方的船队都要被击沉了。这些敌人有点难对付，智商和装备明显在线。敌方小喽啰又得意又开心，命令手下给老子狠狠地打。就在此时，海底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以极快的速度向敌方的战舰靠近。渔人空手道枪拨，黑影在深海中对准敌方战舰，直接打出了一招好像激光炮一样的高压水柱，将敌方的战舰直接射穿。这还不算完，接着黑影又射出无数水柱，像加特林一样对着敌方战舰一顿扫射，战舰瞬间被击垮。没错，这个黑影正是大家日思夜想的慎平老大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渔人空手道走来了。诸位请停手，在下的故乡为海底龙宫王国渔人街，此前给各方兄弟姐妹添了不少的麻烦，还和草帽老大碰杯结拜。不过在下只不过是一介无名小辈，人称海峡慎平，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罗赫记得惊呼：我靠，路飞什么家庭什么背景，前王下七武海居然加入了他的海贼团了。自丹高岛一别后，慎平首次亮相，而这次给慎平的标签是海贼草帽一伙掌舵手，海峡慎平，悬赏金4亿3800万贝利。路飞一船的人看到慎平后，双眼放光，开心的惊声尖叫。慎平豪爽的大笑几声，接着认真的说道：路飞，我按照约定回来了。路飞激动的跳下船，扑到慎平的身上，随即慎平被请上了桑尼号，和大家轮流拥抱问好后，慎平正式握住了桑尼号的船舵。以后桑尼号的船舵就由我来掌握了，没有人比渔人更懂得利用海流。如果说弗兰奇是未来第一个船将，
那么慎平绝对是世界第一掌舵手，天生自带的种族优势，加上慎平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，必会带领桑尼号和草帽团乘风破浪，所向披靡。弗兰奇满意的笑了笑，能让梦之船桑尼号发挥真正本领的男人出现了呀！为了庆祝慎平上船，路飞提议举杯庆祝，可是没有酒啊。索隆抬起头闻了闻，有酒的味道就在鬼之岛的方向。山着闻了闻，却只闻到了海水的咸味儿。索隆一脸鄙视，论起见酒色，难道有人还能比我厉害？警卫们等人暂时在罗的潜水艇上聚集，搞得罗十分厌恶。警卫们提出开一个进攻会议，制定以下作战计划。罗厌烦地说道：“要开会到别处开去，我这里不欢迎你们。”众人把罗的话只当耳旁风，自顾自地来到潜水艇上唠起了家常嗑。警卫们等人拿出地图铺在潜水艇的甲板上，众人围了过来，由警卫们简单地将作战计划说明一下。首先，鬼之岛是被崇山包围的岛屿，想驾船靠近也会被陡峭的断崖阻碍，根本无法靠近。想进入鬼之岛的方式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正门。岛上的骷髅头与山化为一体，里面就是城堡。从得到的鬼之岛的设计图来看，这个骷髅山还有一个后门。警卫们决定率领众人绕开戒备森严的正门，从后面侵入城堡。奇袭的宴会上，酩酊大醉的凯托船舱了听完直呼牛逼，不愧是警卫门先生，这个计划也是为了迷惑间谍而说出来的假计划吧？而真正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呢？警卫们被问得哑口无声。罗冷笑一声：“有什么用？无论你们怎么制定作战计划，都会出现两个从正门应场的笨蛋。没错，就是你们想到的那俩人。我可什么没说，是你们自己想的。这样一来，正门应场的笨蛋正好可以做诱饵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诱饵，是很能打的诱饵。他们引起骚动后，海多的大部分部下就会聚集在正门。我方人员兵分两路，从山路向后门靠近。然而这也是诱饵。主力人员随我的潜水艇绕开鬼之岛旁边的漩涡，再有我的能力将各位送上鬼之岛。完美！作战计划制定的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突袭了。乌索普用望远镜看了一下鬼之岛正门的要塞，发现那里有很多守卫，而且还有大炮虎视眈眈地看着海面。很快，敌方要塞就发现了桑尼号，立即用大炮进行远程打击。罗所说的笨蛋1号上线，路飞扬言，无论如何都要从正面直接干进去，这样才过瘾。慎平大喊：“给我用锚进行强行登陆！”弗兰奇挥动船锚丢出去后，直接就戳上了要塞。慎平利用锚的拉力疯狂震动船舵，桑尼号用甩尾漂移的方式向要塞迅速靠拢。因为船的轨迹很难预判，敌方无法对桑尼号进行炮轰。接着，路飞等人直接跳上要塞，在里面一顿横冲直撞，各自出招，尽情的砸场子。下一期反叛军就要登陆鬼之岛了，大家不见不散。